虽然我们仍在努力工作赚钱，但是这个速度可能比不上财富贬值的速度。原因就在于货币在不断的增发，而且每年增发的速度达到10%以上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敌人——通货膨胀。什么是通货膨胀呢？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我们手里的钱不值钱了。俗话说钱毛了。能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吗？让我们来看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吧。10年前一碗拉面只需要4、5块钱，5年前可能需要10块钱，现在同样一碗面要20到25块钱之间。这就意味着100块钱10年前可以买20碗面，5年前可以买10碗，而现在只能买4碗。这个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我们的钱在缩水，购买力在不断的下降，这就是通货膨胀最直观的表现。就是说，我们辛苦赚到的钱放着不动，反而会贬值。你能够具体说明一下这个货币增发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财富的吗？让我来举个例子吧。假设全社会总共有10万亿的货币，而我们家里的资产有10万块钱的现金。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的家庭资产10万块钱占全社会的比重就是10万除以10万亿，也就是1亿分之一。然后呢？现在假设国家增发了20%的货币，那么现在全社会的货币量就变成12万亿。但是我们家的资产10万块钱的现金，它不会自动的增加，还是10万块钱。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算一下占比，10万除以12万亿就等于1亿分之0.83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就意味着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手里的现金的价值却只有以前的83%，我们的财富缩水了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按照货币增发的这个速度如果要保证我们的财富不缩水，甚至是要增值，那么我们的资产必须获得年化收益10%以上。什么投资呀能获得这么高的收益？那我们来看看吧，国内过去的10几年不同的资产的平均年化收益率。货币类的资产2.56%，债券类资产6.4%，股票类资产14.11%。也就是说如果买2.56%的货币类和6.4%的债券类资产，那么可以满足短期理财和保本，但是还是跑不赢通货膨胀的。只有14.11%的股票类资产才能帮助我们实现长期财富保值增值。可是直接投资股票风险应该很大吧？是的，很多人一听到股票就害怕，觉得风险很大。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吗？答案肯定是有的，那就是投资基金。基金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基金又是什么？基金就是一种投资工具，相当于就把我们投资者的钱集中起来，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来打理。如果基金经理帮我们赚钱了，那我们就能获得收益。当然如果亏损，我们也就亏钱了。我们生活中有接触到过基金吗？其实生活中我们接触过很多，比如说很多人现在在用的余额宝就是一种货币基金，包括我们每个月缴纳的五险一金，也就包含了养老基金和社保基金，当然还有各种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等等。那为什么非得要通过基金这种投资工具呢？因为基金有几个重要的优势，是我们自己做投资很难做到的，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。第一个优势是什么？第一个优势就是专业管理，有专业的基金经理来帮我们打理，不需要我们精通所有的投资品种，我们就可以投资一些我们不熟悉的领域。第二个优势呢？第二个优势，基金可以很方便的分散风险。我们都知道，持有单只股票或者债券风险是很大的。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没错。
我们需要同时持有多个不同品种来分散风险，但是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，如果我们手动投资十几只股票或者是债券，这种难度是很大的。但是基金一般都会投资几十只或者上百只不同的品种，天然就具有分散风险的特性。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基金就同时拥有300只不同的股票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买了沪深300指数基金，就相当于同时购买了300只股票。第三个优势是什么呢？第三个优势投资基金不必频繁的操作，比较省时、省心、省力。那这对上班族来说还挺重要的呢。是的，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想通过投资来实现财富的增值，但同时又有重要的工作要做，白天工作忙，没时间像专业投资者那样实时的盯盘。那基金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知道每个基金它都有基金经理来负责维护，我们只需要选对品种，剩下的事情基金经理就会帮我们完成的，确实就很省心省力了。但是好像基金的种类很多，好像很复杂的样子。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3种：货币基金、债券基金和股票基金这3种。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它们各自的特点吧。说第一种货币型基金吧。货币型基金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余额宝了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。有很多朋友买过余额宝，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买的其实就是基金。原来余额宝还是基金啊，那它又是怎么具体运作的呢？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的存款、短期的银行间债券等等，这些时间比较短，然后也比较保本的产品。这种基金有什么特点？货币型基金有3个特点：第一，流动性好，可以随用随取，就像余额宝一样，直接当做零钱用，非常的方便。第二，收益很稳定，比活期存款高，甚至比银行的定期存款还要高呢。第三，风险极低，几乎不会有亏损。那它的缺点呢？缺点就是收益还是比较低年化收益1.5%左右。那第二种常用的债券型基金，它又是啥呀？如果一个基金持有80%以上的比例都投资于债券，那么这个基金就是债券基金。债券基金主要投资2类债券，第一是国债，也就是国家发行的债券；第二是企业债，也就是企业发行的债券。买国债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把钱借给国家，那么买企业债就是把钱借给企业了。债券基金跟货币基金，它们比较起来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债券基金的特点就是收益一般有保障，比货币基金要高一些。不过债券基金的风险也比货币基金要高。像货币基金基本不会亏损，但是债券基金就不一样了，有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亏损的。这样子。那第三种股票型基金，它就是投资股票啦。对，这种基金主要就是投资股票的。股票基金的定义就是基金里有80%以上的比例投资于股票。那这3种基金它们的收益差别大吗？差别还是比较大的。货币型基金平均年化收益1%到2%之间，债券基金在6%左右，而股票型基金最高可以达到14%。怎么收益会差这么大？那风险是不是也差得很大？是的，不同基金风险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这里我要提醒一下，这里说的风险是指短期内的波动风险。货币基金的波动是最小的，几乎不会有亏损。债券基金波动要大一些，有时间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亏损。而到了股票基金，它的波动就更大了。这种股票基金它的波动具体曲线在哪里呢？波动的表现就是说，有时候股票基金在短期内会涨得非常高，但有时候就会下跌得很厉害。股票基金就是在这种短期内的暴涨暴跌当中实现高收益的，这是由股票型基金的特点来决定的。那我们持有这3种基金的话，应该怎么去持有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？在配置不同基金的时候为了减少风险并获得更高的收益，
我们对不同基金的持有时间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。像货币型基金啊，随用随取，比如说余额宝，基本上2个小时之内赎回就到账了。所以货币基金就当现金用。对，货币基金啊不会亏损，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现金的替代品。而债券基金就不一样了，它的收益要高一些，但是啊有可能在短期内会出现下跌。所以啊，对于债券基金，我们一般持有半年以上。那债券基金适合用来做什么呀？债券基金可以当做定期存款的替代品，比较适合啊对基金进行中期长度的打理，也就是说适合打理半年以上、3年以内会用到的资金了。那股票基金呢？要持有多长时间？股票型基金啊，虽然操作上可以随时申购、随时赎回，但是啊，如果持有的时间越短，那么风险也越大，而且啊，还有可能遭遇短期内的大幅下跌，造成心理上的恐惧。所以啊，股票型基金适合长期持有。长期又是多久呢？平均来说，我们持有股票型基金的长度啊，可能要达到3年以上，适合打理我们3年之内都不会用到的资金。但并不是说一定是3年，有时候可能会长一些，有可能是短一些了。那关于股票基金还有什么重要的提醒要告诉我们读者的吗？对于股票型基金啊，整体来说还有一条通用的标准，那就是持有时间越长，股票基金亏损的风险就越低，预期的收益率就会越高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有点长，干货满满。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基金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